想说什么？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我操，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这种人疯了吧？这种人。这位年轻人啊，大家基本都认识啊，他叫护陈峰，吓坏了年轻人啊！这种人，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的，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有人找他，这种人疯掉了。这种人，你怎么能违反直播规范呢？我的天哪！说句心里话，他吓坏了情有可原呐。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提问的人呢，没安好心呢，有人把这种人叫做炸弹人，专门通过提问啊，来给直播间里的主持人来挖坑。那这个提的这个问题啊，都是送命题。你想想他提的什么问题啊？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他说的这个习是谁呀？显而易见是习近平嘛，对吧？那你想想这个问题，对于护陈峰来说，是不是送命题啊？别说护陈峰回答不了了，王沪宁都回答不了，蔡奇都回答不了，李强都回答不了，我估计彭丽媛都回答不了啊！谁敢说习近平是独裁者？那在中国，那肯定是立刻小命不保啊，对吧？你想想，更何况一个普通的小网红护陈峰呢？所以他当时听到这句提问的时候，立刻就魂飞魄散呐，当时有点慌不择路啊。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这种人疯了吧？这种人。但是呢，护陈峰在这个里头啊，反应啊，实际上暴露了他的内心，最后呢不太严谨，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你想想他在说什么？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的，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有人找他，这种人疯掉了。这种人，你怎么能违反直播规范呢？我的天哪！露了马脚了，露了什么马脚了？首先是，他认定这个人说的是习近平，对吧？那你要是认定他说的是别人，他也不至于害怕吗？这是第一。第二，其次，他内心里认为习近平真的是独裁者。要不的话，他肯定他咋不说？那不是独裁者，那习近平是伟大领袖，是我们现在的大救星，是我们民族复兴的伟人。他怎么没有坦然这么说呢？他当时那种表情给人感觉，他内心真的认为习近平是独裁者。我的天哪！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啊！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这种人，你自己承担自己的法律后果。我的天哪！这种人太可怕了，这种人。第三，他的表情还说明他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一旦要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话，他小命不保。所以你想想他的这个表情啊，说明了这3点答案。那这3点答案已经等于告诉了整个互联网上他当时直播过程中间的观众，那还有好下场吗？所以啊，他做完这场直播之后，第2天就宣布休息3天。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呢，有些人就说这护陈峰这个年轻人呢，经验不够丰富啊，现场临场反应比较慢。他应该说什么呢？他因为那个人也没有说是习近平嘛，只说习嘛，习是不是独裁者？他应该马上说，他说希特勒就是独裁者，对不对？希特勒大家都知道啊，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专制独裁的头子。所以说希特勒是独裁者，那肯定没问题。那在柏林解放前夕，他呢就自杀了，对不对？那全世界对希特勒是有一个盖棺定论的，法西斯嘛，对不对？但其实啊，这些人呢，也就想想，第一啊，在直播过程中临机提出一个高强度的送命题啊，多数人是反不过来的。第二，实际上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啊，尤其是直播过程中，你就是说希特勒是独裁者也不行。为什么呢？你随便说一个政治人物是独裁者就犯忌。你比如说，假如说你要是蔡英文是独裁者，你说赖清德是独裁者，可不可以啊？也不行。为什么呢？你别看这个蔡英文和赖清德在中共的眼中是台独分子啊，假如哪一天是武统台湾了啊，这民进党的这些总统啊，过去的总统肯定都抓起来当战犯的啊。那赖清德他肯定，苏贞昌肯定抓起来关监狱的。但是在没武统之前，你现在要是在大陆的互联网直播过程中，你要是说苏贞昌、赖清德是独裁者，你也犯忌，也有关部门来收拾你。为什么？所有的政治人物不允许你说他是独裁者，独裁者本身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就是一个敏感词。由于共产党不愿意
让人觉得他自己是独裁者。于是，所有的政治人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都不能称之为是独裁者，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现实。说句心里话，顾晨峰那天他真要救自己的命啊，他可能只有一种方式。那个人要是打电话过来问啊，这个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他应该马上挂嘛。哎，他说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清啊？哎，这个人说话声音太小了，咵，赶紧挂掉。下一个是吧？或许啊还能混过去啊，但是他那个慌乱的表情啊，确确实实等于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所以呢，他虽然说宣布3天呢，但是就是到了第2天，4月17号啊，好像是他的 B 站呢就被封了，他的微博也被封了。但这一次封了，到底会封多久啊？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他会不会在这个炸弹人的这样的袭击下，自杀式袭击之下啊，那个顾晨峰会再次被封锁啊？我们也不清楚啊。但是我们今天先讲一讲顾晨峰这个年轻人背后的故事啊。顾晨峰啊，熟悉我们王杰拍案的人可能都知道啊，一年前的3月份，我们做过一期他的节目。这个年轻人呢，是国内现在的一个小网红，做直播的嘛，做短视频的嘛，也是伴随着国内的短视频的浪潮啊，也要涌现出来的小网红。因为国内的这些短视频的小网红啊，竞争都非常激烈。顾晨峰呢，他是个男的，又没有什么颜值，是吧？所以他当时选的就是那个购买力的那个短视频，就到各地拿100块钱去买东西。挑战用100元买一家3口1周的食物，要求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看能不能挑战成功。100块钱买的食物：30个鸡蛋，1颗大白菜，4个馒头，5个橙子，1个火龙果，1个土豆，1238克鸭肉，1升牛奶，这1周怎么也吃不完啊！一家3口，爆赞！买了这么多吃的喝的，一定要注意合理饮食，你千万别吃胖了。这种短视频其实也很多，后来他发现呢，光做这种购买力的没有吸引力，最后呢，他就把这100块钱给路人，之后让这个人去买的过程中问一下这个人的人生故事。结果呢，去年的时候呢，他就偶然之间问到了一个老阿妈。现在有收入吗？我的收入都没得，我78了，没有养老金吗？没得。那孩子现在做什么呢？儿子工程师，他有2个儿子还在读书，要用钱。那你平时花钱怎么办呢？花钱，就是我家找他。那这是去干嘛呢？我去买个米呀。像您那之前给别人干家务那阵才300块钱一月，那阵供娃娃就想给娃娃结婚。这样，我跟你去超市，你买什么我来给钱。走，今天要买点什么？我就是买点米，我也没几个人。咱们今天给婆婆买点米，也要买点肉。就是1个月那个农保，107块。一个月给你107块。婆婆，你1个月养老金是108是吧？107。今天咱们就买107的东西，少吧？多弄点。8块4毛2。我们去买点肉。你看是五花肉还是买这种特肉是吧？就买这1块啊，这太少了，再拿1块。不，你不要给我钱。钱了，我弄块都去嘛。那么这个故事啊，我估计也触动了顾晨峰，所以他没有想到在中国有那么广大的一个群体啊，他们退休之后1个月只能拿107块钱。所以他做这个节目的后面呢，他就在讲，我说这个社会并不是人人都能一天挣100的。那么那些挣不到100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呢？然后我当时就抛出这样一个疑问，这是我当时的原话，我就剪到了视频的结尾。这个视频播放量到60万之后就没了。后来我就想，我这个视频哪里不行？你们猜怎么着？我说完你们都会生气。我后来把我这段关心比我收入更低的人，关心社会弱者的这段话给删掉了，然后加了一段爆赞，这个社会太好了，太棒了。然后这个视频的播放量到了160多万才没的。也就是说什么？你不能关心那些弱者，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视频呢，一方面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流量，他火了，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正是因为这个流量被封杀了。我们当时就是他在被封杀的时候做了一期这个年轻人的节目啊。那护春风后来到底是什么时候解封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啊。我看了一下，他的节目是从去年7月份又开始重新上架的。刚开始上架的时候呢，这护春风啊也比较老实，就在网上做一些直播啊，跟一些女主播啊之间连麦啊，聊聊天啊，没有形成什么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啊。是教师，什么科目呢？音乐学科，在学校吗？在学校，公立私立？公立，当老师当多久了8年了吧？咋了？就随便了解一下。那晚上就直播？也不一定晚上，有时候白天吧，周六周末的时候。后来呢，他陆陆续续的开始做了3个方面的内容啊。第一个方面呢，他就拿1000块钱，到路上继续送路人。实际上这跟他去年的100块钱随便的去送路人到超市买东西非常类似，只不过这次就加码了，从过去去年的100块钱变成了今年的1000块钱。遇到一个路人之后呢，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正确之后，1000块钱你可以随便支配。我看他遇到了一个卖甘蔗的人啊，如果能够答对，就可以随意的支配这1000元。大惊喜！什么问题说吧？在问问题之前，能先了解一下您的一个基本情况吗？您是哪里人？我桂林的，37岁。目前就是卖甘蔗、是吧？对，这是您的主业。是。第一个问题，1斤等于几两？10两。面粉是由什么做成的？麦子吧。一年有多少个节气？这个我真的不知道。猜一下，偶数2位数。24个。对，摄影提醒了啊，没关系，恭喜你3道题全部答对，您现在可以随意的支配这1000元了，怎么花都行。这个卖甘蔗的人呢，到了超市啊，就买了一些自己的生活用品。买的过程中，由于自己孩子需要的和自己家里需要的还左右权衡啊。先帮我算一下这里有多少钱先。525。525。下的可以这个。123，这2个还在吗？723。现在我们这儿剩大概多少钱了？这是720啊，720。那我就不要这个了。这个是猪头肉，您不要了啊？不要了。这个是小朋友零食是吧？对。这3个我来算，都要，我来算。这个都算我的，没事。在这个过程中，他就问这个卖甘蔗的人1个月能挣多少钱呢？在这个地方，每天的生活怎么样啊？家里的状况怎么样啊？这个奶粉是多少钱？这个是198。198元。像这1罐奶粉，它能喝多久啊？1个星期吧。这1罐奶粉只能喝1个星期啊？今年都没有给他喝，去年呢还是喝着了，因为今年我的收入没什么收入，不敢给他喝了，断了很久。他天天吵着要喝奶粉。这个小朋友喝奶粉要喝到几岁的？看自己家庭条件吧，一般到5岁左右。哦，一直要喝到5岁，我以为喝到2、3岁就不喝了。这个奶粉这个价格，这个我我以为这1罐能喝1个月呢。喝不了，就1个星期。哦，去年我们还没停过，今年我都没给他喝过。该买。再买1瓶洗发水。那像你这个1年花销也不少啊。对呀。小朋友1年上学学费1万。对。那生活费现在1个月得多少钱呢？今年生活费的话也要在3000左右。我们一家子3000。对。所以1个月的开支跟我们收入差不多扯平了。根本没有什么存款了。等于说1年的硬性支出将近3000乘12个月就3万6。对呀。加学费1万。对。 4万6，5万块钱将近。现在的消费高啊。我看完了那期视频之后，觉得还挺触动的。护春风做这些视频的时候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之所以做这样的视频，他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人的人生。我觉得这句话概括的还真蛮好的，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人的人生。实际上，他做这些节目的最大魅力就在每一期节目不是简单的一个怎么说普通网红那样的一个吸引眼球的内容，而是通过这一个又一个的节目背后啊，去了解他拍摄对象背后的那些小人物的人生。而这些小人物的人生啊，还真就挺打动人的。这些节目啊做的过程中间，护春风呢，他影响力越来越大啊。然后呢，他又去做过一些这个购买力的这种检测啊，但是他没有做国内的，他呢去到泰国、新加坡这2个国家去做这种购买力的测评，就在多少钱，然后在新加坡可以买多少东西，在泰国可以买多少东西啊。在这个系列的视频里头呢，在新加坡的那期视频呢，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Hello. Hey, sir. May I have a interview? It's okay, sir. I break time now. What's your job? Dishwasher. How long have you been doing this? 2 years. May I ask a few personal questions? Yeah, sure. How much salary you work for a day? $50. For monthly, for 1.5.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Malaysia. Thank you for this interview. Bye bye. Bye. 在新加坡，洗碗工一天工资50元的购买力到底有多强？今天我们来到新加坡一家大型连锁平价超市 Fair Price 超市，我们来看看洗碗工一天工资到底能买多少东西。1新加坡元约等于5元人民币。新加坡洗碗工一天工资50元的购买力完成，只买了肉蛋奶、蔬菜水果、米面油没有买，因为钱不够。我们现在去结账，总共50块2毛1。新加坡洗碗工一天工资50元的购买力：30个鸡蛋、2升牛奶、2斤鸡肉、280克猪肉、330克猪肝、264克猪肉馅儿、1斤牛尾、2个火龙果、2斤土豆、642克茄子、200克菜心、200克红苋菜、200克苋菜，购买力很强，爆弹。那很多人就会通过这视频觉得，哎，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就挺不错的啊。那给人感觉好像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普通人也并没有分享到太多的这个成果，啊，这是一个方面的内容。另外一个，我还看到他最近还去打假一些那网上那些路上那些假的乞讨的看起来挺搞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内现在很多大城市经常有一些乞讨的嘛，医院门口上躺着的是吧？然后有的这个街上说自己没学费了、丢了什么之类的，回不了家了。这护身风呢，就去到那儿去，假装给这些人送钱。送钱的过程中间呢，就问是不是真的啊？结果他一拍，这些人全都露馅了，也就是全是假的，是利用人们的爱心来骗钱的啊！走在路上看到有人在路边磕头，旁边还躺着一个人，就我们看看这个是真是假就问一下。你好，大爷，你好，这位老奶奶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怎么躺在这儿了？啊，没有钱，是吧？她怎么了？有病？什么病啊？什么病？你是先生，我没会跟你说。你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帮助你的。我不愿意帮助。那你躺在这儿，我想，他现在可以活动吗？怎不能活动？说啥子啊？你说啥子？哎，你别凶啊，大爷，没有恶意啊，只是我路过看您需不需要帮助。你们这光看着这样人，光看着不弄的给整个的，谁就不是正经人。刚报完警，我想怎么做。你别走，你走干嘛呢？我想走。不是你需要帮助了，他们有地方吃，有地方喝。可蹲牢该啊？可蹲牢该？什么？可蹲牢该？不需要蹲牢啊！你蹲什么牢呢？蹲牢你们的县里都不是。你走什么呢？我想走，我没犯法，要犯法你就不要走。我没犯法呗？那是没犯法，没犯法，你管我弄去哪了？我也很无奈啊！我本来过来想看一下是真还是假，我也给予一点帮助。你说我让相关部门来，他就这种很抵抗、很抗拒，你这好像我做错什么一样的。我得拍个照，等会儿说我报假警。哎呦，我天你娘的！不是你别骂人啊，大爷。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呢，就是护身风就是他坚持每天晚上做直播。我看了一下，每天晚上9点，其实挺辛苦的啊。他自己说了，这是全网站中间最自由的直播，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是吧？然后呢，我看他在直播的过程中间，也对很多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啊，比如说什么那个英国那钢琴家的事件呢，他说了，公共场所就是可以任意拍。如果你不愿意被拍到呢，那么你可以自己戴口罩，甚至可以把自己裹起来，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人家在公共场合拍呢，是人家的自由。还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不是有一个考研究生的大学生虐猫吗？虐猫了之后呢，这个信息传出来之后，南京的那个大学就没有录取他。这护陈峰还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说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跟这南京的大学合作了啊。然后呢，这个南京大学的有毕业生他到他这来就职的话，他也不要。为什么？他认为大学不应该扮演一个道德评判官的角色。他认为呢，虐猫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道德行为。这个人考试考上了这个研究生就应该录取啊。但他这个言论实际上也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同时，像梅西访华等等就这些问题很多人都在直播间里头问啊。由于他这个直播的过程中经常就开放他手上的麦克嘛，就让观众随时随地跟他提问。那提问的过程中，那就很多人就会提很尖锐的问题。护陈峰一直认为自己是拆弹专家。拆弹专家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其实问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他也不怕。我还是那句话咱们都是实名上网的，你的网名肯定是匿名的，对不对？我找不到你，
但是肯定有人能找到你，是吧？是谁我就不说了。你只要说不怕被上门，那我说句不好听的，我也不怕，是不是？因为我肯定是这个遵守直播规范的啊，对不对？你如果说硬要做不正能量的事情，那我只能说我及时的这个奉劝你不要这么做啊！如果你这么做了，我会及时的阻止你，立即给你挂断，对不对？我会尽到我的义务啊。那么我希望你呢，就是说真有人上门了，咱们能不怂，好吧？能够配合这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不要到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到时候就开始忏悔了，那就没意思了。所以啊，他认为他不怕，能拆弹，这年轻人啊。结果但我看了一下，有些问题啊问的过程中，他其实也挺害怕的。你比如说，我看他有一次直播的过程中，有人就问他，交这么多税，你分的少，平台也分的少，这个税去哪儿了？花在哪个？下一个啊，下一个连谁啊？别急啊！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在中国啊，税收政府收上去以后啊，到底怎么花的，那是普通老百姓能问的吗？人大代表都不能问，政府官员都不能问。你一个小网红，你敢问这个税收交上去以后，你去干什么了？我看他每次啊做这个直播之后，他这个收入多少钱，交多少钱税，他都公开到网上了。我在2月份的税前总收入为31878元，其中直播收入26788元，创作激励1590元，广告收入3500元。除广告收入外，在缴纳了约16%，即4540元的个人所得税之后，此为系统自动扣除，不可能不交。那你想想，那这不犯忌吗？你不能随便问政府这个税收在哪，所以他其实不敢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他有些问题虽然比较尖锐，我看他胆子确实还是比较大啊。你比如说，他认为中医就不可信。我来问一下你，中医有多少年历史了？你问这个的话，我具体确实不是很清楚。大概嘛？那第一个的话，应该是那个神农嘛，神农尝百草吧。这以我的知识储备，我了解。神农尝百草是个神话故事，它没有这个事儿的，历史上是没有这个事儿的。你怎么把神话故事当成历史来看？神农怎么尝百草啊？坐飞机还是坐高铁啊？还是走高速啊？我发现你们这些人怎么甚至都把神话故事当成真事儿了？那么这个中医出现后是有数据的。那以明朝为例啊，这个我昨天讲过了，明朝所有皇室的平均寿命是36岁，那普通人的平均寿命呢是34岁。那么我们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大概是76岁，也就是说差了这个1倍多。那这就是中医和现代医学的一个对比。有什么问题吗？我这个数据都给你举出来了。不好意思，我刚才没听清。这个年轻人的三观还是非常正的啊，面对一般的社会问题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言论，所以他的直播间还挺受欢迎的。也正因为如此呢，他能赚到一些钱，因为他的收入呢，他自己讲主要就是这么几大块，一大块呢就是直播收入，直播过程中间主要是靠那些观众给他刷礼物，刷礼物的过程中间，然后像 B 站呢还给他一点创作者的激励啊，这是他最重要的一块收入，一个月大概有几万块钱。然后呢，他每个月可以收一点广告。他说他现在的广告费啊，一个月大概是4、5千块钱。未来如果涨了更多的之后啊，他准备把这个广告费都拿出来做，就是在路上送人1000块钱的活动。他准备把这1000块钱涨到2000块钱。我看他的工作也挺忙的，他自己的行程啊，今天在成都啊，明天要去南京了，后天要去沈阳了，再后天呢又去嘉峪关去拍片子了啊。每个月出差的这个费用都花1、2万，所以他最近的收入加起来啊，一个月大概能挣个6、7万块钱，但是刨掉各种开销之后啊，一个月能剩个2、3万块钱。但是这2、3万块钱，说句心里话啊，我看他的这个劳动强度相比不算多，但是对于国内的一个普通的小网红来讲呢，应该说也还算可以，因为他不但可以养活自己，在网上还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啊，然后这收入还在稳定的增长。我一直对护春风这样的年轻人啊，做网上这样的内容还挺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他跟那种普通的网红做的内容相比啊，他还是体现了中国的社会性。你就比如说我们前2天做那些节目，像猫一杯的啊，我前2天这做节目中老把猫一杯说成猫一飞，是吧？我自己我要矫正一下，猫一杯是吧？这猫一杯啊，你看那些视频不就搞笑的吗？你就生吃菜叶子是吧？你说那有什么社会价值？但是护春风的这些视频啊，
我每每看完之后，还真的有一些收获。他跟那些普通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之间呈现出来的那些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啊，其实都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图谱。而这个对于我们了解这个社会啊，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共情那些社会上的那些普通人来说，其实也蛮重要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护城峰的这条路啊，它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有些人就评价了嘛，说这个年轻人呢，天天就相当于在那热锅上的啊，站在那边上不断挑衅那个红线的小龙虾，或者说那只蚂蚁。我不知道他内心里头有没有这种想法啊，真的想挑战啊。但是在中国，你要想做有社会性的东西，那个边界就离你无时不在。所以他曾经发过一篇视频，说他半年左右的时间啊，一共有162条这样的片子审核没有通过。那你可以想象，他能够感受到啊，这审核这个机构有关部门对他的种种限制。但是呢，即便是在这样的夹缝过程中间能生存啊，也算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他搞直播过程中间，他认为他自己的内容可控，但是这个连麦的对象实际上是不可控的。于是就出现了前2天4月16号晚上在直播过程中间的这次事件啊。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我操，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这种人疯了吧？这种人。话说那个人呢，就是说习到底是不是独裁者这个人呢，是什么人背景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多数人的猜测说这个人就是炸弹人。什么炸弹人呢？就是通过提问呢，最终把护城峰炸掉。因为护城峰做这些内容，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也不讨喜呀。有些人曾经在网上说要杀他啊。他在他自己的动态里以5000元的高价公开收购我的家庭地址，并且声称要在春节把我全家给灭门。他的原话如下：我要去吉林刀你，你说你怕不怕？我还关注你家里人地址，你怕不怕？你信不信我春节灭你满门？我就问你怕不怕？我怕，我真的怕。然后呢，有些人就直接啊，在直播过程中骂他是汉奸啊，这都有啊，我都看到过啊。你是一个汉奸，我是一个什么？喂，不是你说嘛？不是啊，这个叫 KKNHVC 的网友啊，我也没有闭你的麦，我也没有权限你，我也没有挂你，是你自己挂的，对吧？你说我是一个汉奸，那咱们上麦聊一聊嘛，是不是？咱们有理有据，对吧？讲事实摆道理，而不是说过来骂我一句，然后就把这个麦给挂了，那这样就没意思了。但是呢，很多人都知道，其实中国在直播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规定，真正要想把护城峰这样的人搞死，就是让他越界。一旦越界的话，他可能也就完蛋了。所以那个人大概率是一个炸弹人，咱就不知道他是什么背景，因为那个人其实提那样的问题本身，他自己相当于自杀式袭击嘛。就像护城峰说的是，有关部门肯定找他，你敢问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你啥意思啊？是吧？那就说明你内心肯定认为习近平是独裁者，你才会这么问。正常的问题应该是什么？你应该说习近平是不是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最伟大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那这个问题才是合适的，对不对？那这样的问题要问的话，那个其实啊，才是一个比较符合我们这个互联网规定的这么一个问题。你问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这个问题本身就反动了，就已经违规了，所以有关部门去找他。如果这个人不是有关部门的话，那有关部门确实会找他。但问题是，这个人就算是自杀式袭击，现在是护城峰也已经被击倒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啊，护城峰这一次事件过程中间究竟会被封多久啊？他还能不能重新被解封？实际上啊，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对于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来说啊，直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其实直播过程中是没法延迟的。我们过去在电视台的时候做直播啊是有延迟的。比如说我们采访这个专家啊，直播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延时5秒左右才放出去。包括体育比赛都是延时的嘛。那么延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比如说法轮功打一个这个反动口号。是吧？打倒中共啊，习近平打倒江泽民，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出现这个画面呢，咵就把它遮掉。
国外的直播也是延时的，美国的电视台它是把脏话给你逼掉，对吧？但是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直播啊，跟电视台的直播不一样，电视台的直播实际上是没有互动的，它是单向的，所以它延迟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中国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上这些直播呢，强调的都是互动性。你包括护身风，他其实每天晚上那些直播就是跟网友之间一问一答嘛。但是一问一答你是没法延时的，因为延时了你就没有办法完成那种连麦。所以对于这些互联网平台来说啊，实际上要想彻底杜绝类似事件，在技术上是非常困难的。你没办法通过延时来控制，你只能通过什么方式呢？你只能通过就是审核这些要连麦的人的身份，那是不是实名登记的，对吧？那再就是对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直播主要反复叮嘱他，你其实面对政治问题你不能回答，你要告诉你的这个直播间的观众，反复告诉直播间的观众，那你不能提政治问题啊，你如果提政治问题我拿你试问。所以对于这平台来说，也包括平台方的上级主管部门，也就是网信办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不仅仅抓那些潜在的自投罗网的自杀式袭击的提问的者，还要把像护身风这样的博主，你如果没有控制好这直播间的内容的博主，也要把它处理了。那你想想，对于护身风这样的人，在今天中国互联网的平台上，要想走他那个路，何其艰难呢？我还记得去1年前啊，我们做护身风的节目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护身风当时之所以被封杀，他是因为他关心中国的弱势群体。在中国，关心弱势群体，关心那个社会上真正的可怜人，实际上是一种特权，只有政府有权利关心，护身风没有权利关心，因为他呈现出来的那种关心让政府觉得尴尬，于是呢他被封杀了。但现如今1年之后啊，这个护子，也有人把他称之为护圣的啊，他自己自称为护身风先生的啊，这么一个小网红，可能就是因为他自己无法掌控的政治红线，又再次被封杀了。真的是步步是雷啊，步步惊心呐，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我今天在节目最后啊，也祝愿这个护身风啊尽早能够被解封，还能够继续啊在中国啊拍摄他这些带有一点社会色彩的这些视频，为这个国家的现在的短视频市场啊，真的提供一些比较健康的、积极的这样一种视频。当然了，我这也是我自己的祝愿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祝愿呢，真的能不能起到作用啊？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我操，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这种人疯了吧？这种人。我得拍个照，等会儿说我报假警。那我就不要这个了。这个是猪头肉，您不要了？啊，不要了。这个是小朋友零食是吧？对。这3个我来算，都要，我来算。这个都算我的，没事。你怎么把神话故事当成历史来看？陈东怎么尝百草啊？坐飞机还是坐高铁还是走高速啊？我发现你们这些人怎么甚至都把神话故事当成真事了？我会尽到我的义务啊。那么我希望你呢，就是说，真有人上门了，咱们能不怂，哎，不要到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到时候就开始忏悔了。你分的少，平台也分的少，这个税去哪儿了？花在哪个？下一个啊。我的天哪！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啊！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这种人，你自己承担自己的法律后果。护身风，我本人，我可以对我自己所有的行为和说过的所有的话负责。我对得起自己受过的教育和我的良心以及我的人格。我也对得起你们直播间，包括无论是抖音还是 B 站上每一位网友。